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李一桐42公斤被骂纸片人，体寒8年靠极端身材翻盘，内幕扎心。你知道什么叫做生图天花板吗？随便拍拍照片，不加修饰，不打滤镜就能让肌肤透出光来，每一条曲线都是用尺子测量出来的。李一桐身高为165厘米，腿部长度是101厘米，腰部尺寸为58厘米，臀部尺寸为90厘米。其实我是用卷尺测量了好久才得出的结果，并且我觉得这个人不是人，而是女娲拿着 CAD 画出来的。但是今天我们不说好话了，我们来说一些扎心的话。你认为的完美的背后，其实是一次自我毁灭式的自律。最近李一桐的一组海边的照片又上了热搜，并且在搜索结果里停留了很久。其他女星被曝光恋情、闹矛盾或者任性妄为的时候，她们也会上热搜。一旦登上热搜，就显得很单薄，让人感到心酸和无力。很夸张吧？打开评论区之后，就出现了2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部分网友表示，神仙姐姐我都要被她吸引到屏幕外去了。另一部分网友则在发问，姐姐啊，你是多久没有吃东西了吧？瘦成了个纸人儿，让人看了心里很难过。42千克左右，身高为1.65米，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低于中国女性最低健康的体重标准，大约7斤左右。她还在拍戏的时候就穿上了戏服，被抬进了医院打点滴，就连月经也受到了影响。我认为这不是好的身材，而是把身体当作柴火来烧。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她有选择的权利吗？因为长期受着寒冷的影响已经8年的了，在这期间里她也一直寻找着能够让自己身体变暖的方法，但是没有成功找到有效的办法，直到现在。李一桐今年35岁，在刚入行的时候就拿到了于正给他的第1个角色，并且出演了《射雕英雄传》和《丽华亭狂飙》等作品中的女主角。男主角参与到了整个娱乐圈中来。8年9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但是他还是没有被点燃起来。网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体寒资源咖。那么最能伤害人心的就是什么呢？每到一次盘点，剧火人不火的时候，他一定就在前面排队等着呢。扎心得让我想为他流一滴泪。因为狂飙大火，老莫的粉丝也跟着一起变多了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作为女主角就仿佛是走过了整个世界一样。那么放在任何人身上都会让人着急吧。因此从今年起，李一桐就完全发狂了，各种大大的 V 字形凹陷进去了很多地方，在黑色、黄色相间搭配的露背裙上穿着西服，并且还剃光了头。原来温婉可人的古代少女一下子就成了冷峻帅气的女人气十足的大姐姐，变化的程度有多高呢？她说自己在拍照片时会放3只枕头在腰部以下的地方，以使裙子显得更挺刮一些。于是网友们就把生图发了出来，看到那些肩胛骨与肋骨之后都哭了。畸形审美的背后是流量算法，很残酷啊。其实他现在的追求就是一种暴力美的体现。你说我没有存在感是吧？那么我就会把我的身体咕噜噜地撞到你的面前来给你看看。本来应该是一次秀出自己的身体，展现自己风格的机会，却成了对人们肩膀进行评判的一场盛会。天啊，在评论区里有人争论不休，这是什么美的东西呢？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形骨架。也有人认为是因为这样的审美观才造成了人们对身材产生焦虑。你认为这很可笑吗？一直宣称自己不会产生身材焦虑的人们，在这个时候却以最尖锐的方式去抨击一位女性演员真实的体态。一个女演员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露出哪里的身体部位都要在公开平台上面进行道德与审美的度量之后再做决定，那么这不是一种更严重的被挟持了吗？而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他已经很熟悉自己的队伍了。双引号，为了一件有未来的银色战衣，只为了让它更具有未来的感觉，在镂空线路上做了很多次改动，并且花费了2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一共修改了20多个版本，每一项都经过仔细考虑之后才决定是否要公布出来。用算盘打出来的数字非常快，过去1年中没有多少个热点话题出现过，但是现在换个发型，48小时之内就能获得8亿人次的关注和浏览量。这样看来，这个流量密码已经被完全掌握了。你认为它是在变坏的时候，其实是它在进行降维打击。但是这算不算堕落呢？对不起，我并不这样认为。李一桐是因为有非常突出的身体条件而走红的，但是也把带有甜美少女的形象给毁掉了。其实她是30多岁的一个成年人，那么人们总是让她穿着白色长裙，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露出笑容的原因是什么呢？穿一个深 V 就叫做人设崩塌了吗？那么女明星的风格是不是只能停留在20岁的时候呢？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受到批评之后，演技差这个标签似乎也渐渐的不那么紧绷了呢？过去人们认为她是人工智能在表演，但是她在《书卷一梦》中饰演了一个疯子的角色后，观众们却感觉到了一种解脱，不再需要再看到她的优雅形象了。当一位女性演员摆脱了完美的形象之后，就变得真实起来。她拍了海边的照片，在里面买了个红薯，并且以一种只要自己觉得舒服就好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形象，从而把一个完美的机器人变成了一位真实存在的个体。今天的日期为6月14日，云秀行的新剧即将播出，在此之前还有6天的时间。全网预约已经超过300万，并且他也收藏了几本新的作品。这一次并不是黑色和红色一起出现，而是踏着流量碎片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堕落的意思是这样吗？这就是所谓的破釜沉舟式的自我拯救行为。我们究竟是在争论什么呢？因此，关于李一桐身材的讨论中，美和丑的争执只是表面现象，在背后则是2种价值观念的不同，一种是顺应潮流，牺牲自我来博取眼球，另一种则是在坚持自我之后逐渐积累起来的专业素养。对于一般观众而言，则是对着我活着是为了被别人看见，还是我活着为了我自己？李一桐采取了折中的办法，首先用舆论来制造影响，然后又反过来打破了这个舆论。但是骂他的也有道理，虽然很美，但是没有一点生气，就像流水线上生产的高端矿泉水一样精致而单调。还有一些人仍然喜欢他的长发，并且认为现在留下的发型太过刚硬，缺少以前的那种柔情。但是说实话，在这里说一句，网友们对女明星来说就是最好的减脂方法。一边骂着身材焦虑是不可已有的，一边指着她肩膀上的骨头给她指出问题来。把话说完了之后，就让别人去承受吧。为什么呢？与其下跪求饶，倒不如站起来抢夺流量。这是李一桐做生意的方法论，在内卷时代里也成了我们的生活准则之一。对于李一桐现在所拥有的骨感美，你是怎么看待的呢？认为太夸张而不值，或者觉得她为红色而冒险没有必要吗？到评论区去争论吧，我已经有椅子了。